喂，大家好！最近日本熊害嘅話題好多人講起，有 friend 就私底下點唱，想我講下日本熊。佢 send 咗條片嚟問我，究竟咁樣做係咪真係可以嚇走啲熊？咁我哋又跟下風，今集就嚟講下熊。戴翻個勁厚嘅頭盔先，本人並唔係呢方面嘅專家，今集只係個人閱讀分享，而且日文嘅資料係用 AI 翻譯同埋歸納，好 casual 嘅咋，所有內容並唔構成任何建議，讀者請自行加以分析同埋核實。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貓狗動物界會以科研學術嘅角度分享有關動物嘅題材。如果想知道更多同動物相處嘅知識，想對佢哋有更多理解嘅話，就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其實日本熊主要有兩種，亞洲黑熊同埋中熊。黑熊分布喺本州以南，而中熊就喺北海道。佢哋嘅外表咧就好似圖咁樣，而且兩種熊嘅 size 都好唔同。我哋嘗試咗搜尋關於日本熊嘅研究文章，出嚟結果好多都係講政策、保育棲息地，可能係語言問題，或者某程度上反映日本應對熊嘅問題傾向喺環境管理同埋政策方面，比較少人類遇襲點樣應變嘅研究。我哋就揾咗日本環境省2021年改版嘅一份熊類出沒應對手冊，入面講到日本熊走入市區同埋民居越嚟越多。秋田大學喺2023年嘅一份研究都反映喺市區或者民居受到熊襲受傷嘅個案係比喺山或者森林度發生嘅多。政府主要係以人熊分區去管理，人熊分區即係將環境分咗做4個區域，呢啲區域就好似人類嘅防線咁樣。日本嘅相關部門就會根據啲熊入侵到去邊個區域，再根據佢嘅攻擊性同埋對人命會唔會構成即時威脅，再決定究竟係驅趕啦定係捕殺。究竟啲熊點解會落山走入城市呢？主要係因為有啲好吸引嘅氣味同埋食物引誘到佢哋，例如有啲果樹、廚餘、有機肥料，平時我哋餵寵物或者加速嘅飼料，有松脂成分嘅油漆都會吸引到熊。日本近年因為人口流失同埋高齡化嘅問題，令農夫數目大幅下降，咁喺一啲鄉村或者城市嘅外圍就會有一啲嘅荒廢耕地同果樹，咁呢啲資源就會令到啲熊不知不覺咁就行近咗民居啦。日本有啲地區係有熊對策員或者森林動物專員，咁佢哋就會定期巡查，清理嗰啲荒廢嘅果樹，裝通電嘅圍網，咁啊務求加強翻嗰個緩衝區，甚至有訓練一啲熊狗狗喺遭遇熊嘅時候幫手進行驅趕。原來佢哋政府每年都會做一個叫做堅果豐胸調查，去預測壞嘅年份，即係堅果失收嘅年份。咁佢哋就叫做凶作年。咁真係凶作年嗰陣，佢哋就會發出熊出沒警報，因為日本啲熊係依賴堅果嚟增肥過冬。咁如果嗰年堅果失收冇乜嘢食，咁啲熊好肚餓就會周圍去揾嘢食，咁就好大機會會走入城入邊揾嘢食。咁就唔知今年係咪都係凶作？咁其實啱先講好多嘢呢，我哋都係唔需要知嘅，因為我哋唔係住喺日本啊嘛。對我哋嚟講，最想知嘅應該係呢3樣。根據翻日本環境省嘅2份文件，要避開日本嘅熊，最主要就係避開最高風險嘅時間。春季、秋季嘅時候就要小心，因為事故比較多。天氣惡劣同埋夜晚嘅時候，人同熊都會好難察覺到對方，咁就盡量避免喺呢啲嘅時間接近熊嘅棲息地啦。平時就 check 下佢哋嘅資料，邊度係熊嘅棲息地，同埋要去嘅地方附近有冇一啲熊嘅目擊資訊。如果真係要去熊嘅棲息地附近，咁就帶熊鈴或者收音機，個作用就係發出一啲聲音俾熊知道我哋喺度，同埋喺一啲自然界比較嘈嘅地方，例如一啲河流側根，就可以拍手嚟製造啲聲音，示意咧係有人喺度嘅。同埋要小心周圍嘅環境，睇下有冇熊嘅痕跡，即係例如一啲爪痕佢哋嘅便便，同埋唔好掛住聽歌或者傾偈就冇圍意周圍嘅。所以特別就係唔好帶 headphone。咁如果咁巧真係遇到隻熊，咁點算呢？根據佢哋官方 document 就話，咁如果真係好遠，咁遠即係50至100米左近。如果隻日本熊仲未留意到你，咁就慢慢離開啦。咁一路走嘅時候就一路注意熊嘅動向，
中距離嘅時候，即係大約20至50米左右。喺呢個距離，就算隻熊真係見到你都好咧，都係慢慢咁樣後退，咁都係留意住佢嘅動向，同埋盡量保持你同隻熊中間係有啲障礙，咁啊慎防佢衝埋嘅時候咧都有得擋一擋。嗱，萬一嘅啫，即係咁黑仔，隻熊就鎖定咗我哋，就衝緊埋嚟。咁呢個時間咧就要分究竟佢係 bluff charge 威嚇衝刺，定係真係衝埋嚟。咁官方文件就話個熊一開始衝埋嚟嘅時候，有機會只不過係嚇下嘅衝埋嚟，咁就會喺中間停低，同埋佢會向後褪。咁呢個時間同之前做嘅嘢都係一樣，保持冷靜，慢慢後退，同埋盡量保持你同隻熊中間係有啲障礙物，咁就可以夾一夾。若然佢真係衝埋嚟想打禍我哋呢，咁 suppose 呢個 step 應該本身做定準備嘅，咁就係用防熊噴霧就噴佢隻眼同埋鼻。咁但係就唔係人人都有噶嘛，防噴霧。咁就採取一個防禦姿勢，就係趴低同埋雙手抱住頭嘅。無論邊個 step 都好，最緊要冷靜，唔好擰轉身，唔好爬，唔好大叫，留意佢嘅動向，但係唔好啤實佢。大家都可能覺得有啲奇怪，日本雖然有2款熊，但係呢份官方文件入邊似乎就冇區分黑熊同埋棕熊嘅應對方式，而且喺文件入邊政策保育棲息地嘅內容，佢哋係有列出好多嘅 reference， 即係參考資料，但係遇到熊嘅保命動作，佢哋係冇落任何嘅 reference。喺我哋做資料搜集嗰陣，發現好多網站都冇指明棕熊同黑熊嘅應對方法係咪有唔同。其實我哋揾資料嗰陣見到好多影片講點樣應對熊嘅攻擊，都係 bear attack， 就好似個應對方法係好通用，所有熊嘅行為都係一樣。其實外國坊間有個講法叫做 Three Bears Rule。 If it's brown, lay down. If it's black, fight back. If it's white, good night。 個意思大致係見到棕熊就扮死，見黑熊就反擊，見白色即係北極熊就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雖然用顏色嚟區分，聽落就太過簡化，咁又黑又白，咁政治又好唔正確。但係發明呢個做法嘅人，似乎係明白熊喺唔同棲息地行為係可以好大差異，採用嘅策略根據物種嘅唔同習性同埋棲息地區去作出一啲改變，似乎係比較合理。不過根據2021年日本官方指引，似乎就否定咗見到 black 就要還拖嘅講法，全部都係趴低。花時間睇得我哋嘅影片，當然就會想知道多啲深入啲嘅資料啦，同埋會問點解嘅呢？我哋就揾到一份2017年 Wildlife SOS 出嘅研究報告，咁就叫懶熊攻擊行為安全指南。呢份報告就好深入咁分析印度懶熊嘅攻擊行為模式，同埋討論點樣可以喺熊嘅襲擊入邊保命。你冇聽錯，係印度懶熊，並唔係大家最想知道嘅日本黑熊或者棕熊。咁動物嘅學術研究就係咁噶啦，因為咧物種太多，好難逐個去做研究。咁有陣時我哋揾最類近嘅研究結果嚟參考住先，就好似馬嘅行為研究其實就行得好前，咁所以好多時貓狗嘅研究都會引用馬嘅研究結果去理解佢哋嘅現象。咁雖然馬同狗係唔同啦，咁都好有參考價值。講翻份懶熊研究，咁研究人員就訪問咗180個俾懶熊攻擊過嘅受害者或者目擊者，再加162個喺野外撞到熊但又冇出事嘅人。班印度專家結合晒啲受訪者嘅口供，佢哋睇咗好多唔同嘅文獻，再加埋分析佢哋嘅保育中心入邊嘅一啲懶熊嘅影片，咁佢哋咧就做咗今次呢份報告出嚟。首先佢哋問咗一個問題，就係懶熊點解要攻擊人類？咁喺受訪者嘅角度，其實佢哋會覺得佢哋俾熊襲擊咧係因為熊想獵食佢哋係熊嘅獵物。咁佢哋甚至覺得有啲熊係特登偷襲佢哋。不過印度專家就話，佢哋分析晒所有資料之後，發現冇一隻熊係單一為咗獵食我哋呢啲蠢嘅人而襲擊我哋，而且熊肉喺懶熊嘅餐單入邊係十分之罕見。咁雖然有啲報告話懶熊係有記錄過有食人嘅屍體，咁不過專家就話佢哋係因為食得唔好嘥，咁啱又有人嘅屍體喺度，所以佢哋就有呢個機會去食人嘅屍體。但係佢哋就
就唔會特登為咗獵食而去襲擊人。不過呢，佢哋都有講北美嘅黑熊、棕熊同埋北極熊都真係有記錄，佢哋係會當人係獵物咁去獵食，即係佢哋本身係會想食人，就唔係咁啱得咁巧食得唔晒。咁我就唔知日本嘅兩款熊係屬於邊種呢？咁根據日本環境省嗰份手冊，其實佢講嘅都似係類似懶熊嘅描述。咁就係啲日本熊最主要都係食素，主要係嗰啲堅果。咁如果係有啲動物、大型動物屍體嘅話，佢哋就會本住機會主義咁樣去食嗰啲大型動物嘅屍體。但係同樣地就係唔係好留意到佢係講黑熊、棕熊定係兩隻熊都係咯，就係撈埋講。我哋講翻懶熊先。印度專家發現懶熊攻擊人類主要有3個原因。第一個係嚇親熊，咁就突然之間隻熊同我哋咧就相遇，咁就嚇親隻熊。咁喺佢哋研究嘅100幾個襲擊個案入邊，有52%都係咁樣發生。但係其實印度專家冇界定嗰個嚇親過程係點樣，佢冇詳細描述。所以究竟要喺突然之間有幾近嘅相遇先叫做嚇親隻熊呢？我係唔知。日本環境省份文件即係有提過，近年日本嘅野豬同埋鹿嘅數量都多咗，咁日本就放多咗好多陷阱去控制呢啲野生動物嘅數量。咁有陣時啲熊都會唔覺意踩中，當啲獵人或者農夫去檢查個陷阱嘅時候，咁佢哋以為捉到野豬，點知發現呢係一隻熊人嚟嘅。就話近年好多嘅被熊襲擊嘅事故就係咁樣發生。第二個原因就係湊仔熊，咁喺100幾宗嘅襲擊個案入邊，有46%嘅都係熊媽帶住阿熊 B 喺側跟。咁係咪話有熊 B 喺側跟，咁我哋就舐硬嘢呢？咁又唔係喎。事實上喺100幾單冇俾熊襲擊嘅遭遇個案，係有40%都係有阿熊 B 喺度，係得60%係一隻熊單拖嘅啫。不過如果你見到一隻熊 B 單拖呢，咁就都要小心啦。咁因為阿熊媽可能喺附近，而保護熊 B 嘅熊媽係非常之有攻擊性。第三個原因係騷擾熊，咁例如有啲人就會向啲熊大叫同埋掉嘢，咁呢個就要小心啦。印度專家就話呢種騷擾熊嘅做法有機會令懶熊進入狂戰士狀態。咁有陣時懶熊會無啦啦癲咗咁殺晒嗰度所有人呢，就係因為佢哋進入咗呢一個狀態。咁除咗懶熊之外，阿拉斯加嘅棕熊都有呢種行為。唔同熊嘅品種，佢哋嘅防禦策略嘅行為都好唔同。咁如果用懶熊同其他熊去比較呢，灰熊同埋美洲黑熊，我哋係可以透過佢身體嘅一啲微細嘅反應，即係例如耳仔嘅方向會唔會向後嗰啲，去知究竟佢緊唔緊張。但係印度懶熊就冇乜呢啲壓力指標嘅先兆，就會直接用幾種方法去嘗試嚇退佢嘅潛在威脅，即係例如出聲啊、兩隻腳企身啊，令自己睇落大隻啲，咁甚至會直接就攻擊。印度專家就覺得懶熊係比較覺得攻擊就係最好嘅防守。事關懶熊嘅棲息地係有老虎嘅，咁佢哋係會有衝突嘅。咁佢話譬如美洲黑熊見到威脅嘅時候，幾乎係唔會用攻擊去防禦。咁就算係阿熊媽帶住個 B， 咁遇到危險嘅時候咧，阿熊貓都係會走路嘅。咁而阿熊 B 就會爬上樹，咁即係佢哋嘅應對方式。但係印度懶熊遇到危險或者威脅嘅時候咧，熊 B 係唔會爬樹，而係爬上阿媽個背脊嗰度。咁阿媽就會孭住阿熊 B 咧，就直接衝喺老虎度還拖。美洲黑熊同懶熊嘅防禦策略上有咁大分別。咁除咗係因為懶熊嗰個棲息地有老虎之外咧，咁同埋懶熊嘅棲息地係冇咁多樹俾佢哋，咁變相佢哋就唔會用爬樹嚟做防禦啦，同埋佢哋爬樹都冇咁叻啦。咁日本熊係點樣做呢？我就唔係好揾到。同日本官方嘅講法都好吻合。印度專家話喺懶熊出沒嘅地方都千祈唔好咁靜。喺181個被攻擊嘅受害者入邊，有67%嘅人都話佢哋喺被襲擊之前係好安靜，就冇乜點出聲。咁所以最緊要夠嘈，啲懶熊就早啲可以知道你喺嗰度，咁同熊相遇嘅機會就會細好多。就算真係咁唔好彩遇到啲熊夠嘈嘅話，係冇咁大機會會被襲擊。喺126個撞到熊
但係冇出事嘅人入邊，接近80%嘅人話佢哋喺遇到熊之前都係有啲噪音。咁講翻一開始嘅問題，戳啲膠樽嘅聲大概就係呢個意思，即係純粹整啲聲出嚟，唔好咁靜，咁俾啲熊知道我哋喺度。雖然日本官方資料都咁講，要有啲聲，唔好咁靜，用啲熊鈴或者收音機。不過日本嘅熊係會冬眠嘅。一份由秋田大學喺2023年做嘅報告就話，喺冬眠期熊襲擊人嘅個案會少好多，甚至近乎零。咁如果我哋嘈醒咗啲日本冬眠熊咁咪弊。佢哋日本環境省2016年份小冊子咧，確實係喺12月到2月期間記錄咗啲冬眠穴周邊嘅人身傷害。佢哋就強調要避免去一啲熊有可能會用嚟冬眠嘅地方，同埋唔好隨便伸個頭入啲窿度。咁不過冬眠期究竟係要靜定係要嘈？呢個答案就真係揾唔到，交俾大家發掘。咁無論係日本嘅官方資料定係印度專家都好，製造聲響去預防嚇親啲熊係最有效嘅方法。不過要留意翻嘅就係，如果我哋係用熊鈴去製造啲聲音，唔喐嘅時候係唔會有聲。另外之前提到大自然有啲地方，譬如啲河流側近係好嘈，咁嗰啲聲就會蓋過咗啲熊鈴嘅聲或者收音機嗰啲聲，咁大家就要小心。咁所以點解嗰個指引就話要大家拍手，咁樣佢話俾啲熊知有人喺度。而事實上日本嗰份文件都有講，戶外釣魚都係其中一樣容易俾熊襲擊嘅戶外活動。咁可能就係因為個環境太嘈，而個人又好靜啦。咁佢哋甚至建議有陣時啲人耕田都係要播收音機咯。了解熊嘅習性同應對熊嘅襲擊係其實好有關係。遇到熊應該點樣做？呢啲嘢性命攸關。大家如果都知道自己會去到熊嘅棲息地附近，咁就記得做下功課，了解下當地嘅防熊資料先好。或者好似外地潛水咁，揾個當地嘅導遊，同埋留意當地熊目擊嘅資訊，避開係最好嘅。坊間有啲影片教人遇到熊襲擊嘅時候，話熊好細膽，所以要揮動雙手對佢大叫，好惡咁樣嚇走佢，似乎就揾唔到一啲指引或者研究去證實啦。留意當地嘅熊目擊資訊，經過佢哋嘅棲息地附近就唔好咁靜，整啲噪音出嚟。遇到熊嘅時候就冷靜，唔好掉頭跑。走唔甩嘅時候就趴低，保護自己嘅頭同頸。大家對內容有咩睇法？歡迎大家留言，記得讚、分享、訂閱，再見。